嘿，大家好！如果你的工厂也正在想办法升级，但又很担心这代 AI 转型是不是要花很多钱呢？那今天这个内容你一定要看，我们会一步一步的告诉你，怎么样在不用砸大钱的情况下，很聪明的去拥抱人工智慧。一讲到工厂 AI 呀，很多人脑中是不是就浮现这种画面？整个工厂暗暗的，一个人都没有哦，全部自动化，也就是所谓的关灯工厂。看起来是很酷啦。但说真的，对大部分的中小企业来说，这根本就是一个遥不可及，而且贵到吓死人的梦想。但问题是，这真的是唯一的未来吗？好消息是，当然不是。AI 转型其实有两条完全不一样的路可以走。你看，大企业他们钱多嘛，可以去追求那种很高成本的全自动化。但是我们小型工厂有一条更聪明、CP 值更高的路，那就是走精实策略，强调人跟机器的合作，而且专注在边缘运算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重点。好，那这条聪明的路到底该怎么走呢？别担心，我们已经帮你整理好一个很清楚的3步骤框架，让你一步一步评估 AI 到底适不适合你，还有该怎么真的把它导入进来。OK， 这边有个重点哦，成功的关键其实不是去盲目的追最新的科技，而是要先回过头来，有条有理的评估3件事情。第一，你现在最急着想解决的痛点是什么？第二，你的技术，特别是数据，准备好了吗？第三，这样做划不划算？成本效益跟投资回报到底是多少？来，第一步，永远都是从找出那个最痛的点开始。拜托，千万不要为了 AI 而 AI， 你应该问自己，我们公司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是老师傅快退休了，技术经验要断层了吗？还是说我们的人工评选做到后来大家眼睛都花了，良率很不稳定？又或者是那台关键设备老是无预警给你停机？还是说报废率一直降不下来？你一定要先锁定一个可以衡量的具体的问题。接下来第二步，这也是很多小型工厂最容易卡关的地方，技术准备度。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核心观念，数据就是 AI 的燃料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的生产记录都还在纸本上，或是机台的数据根本没联网，那 AI 就像一台没有油的跑车，它根本动不起来。所以第一件真正要做的事，就是确保你的数据已经数位化，而且可以被拿来用。这就带到一个关键技术了，叫做边缘 AI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讲白了就是让 AI 直接在你工厂现场的设备上跑，比如说直接在一台摄影机或工业电脑上运算，而不是把一大堆资料传到云端去。这对我们小工厂来说好处可多咯。第一，成本比较低；第二，可以保护公司的商业机密；第三，反应速度超级快。好，第3步来算钱咯，成本效益分析。对我们这种资源有限的企业来说，除了看那个很长的投资报酬率 ROI， 一个更关键、更实际的指标其实是回收期。也就是说，你投下去的这笔钱到底要多久才能赚回来？我们的建议很直接，目标就设定在1年以内，这样才能把资金卡住的风险降到最低。好，了解了这个评估的框架之后，我们就要来聊聊，在导入的过程中，你必须要做的一些很聪明、很实际的取舍。记住这句话，追求100%的完美，常常是阻碍你进步最大的敌人。第一个常见的迷思就是以为导入 AI 就是要完全取代人力，但现实真的是这样吗？其实追求那种100%的全自动化，成本跟复杂度都高到吓人。一个更聪明、CP 值更高的方法是人机协作，也就是让 AI 来辅助我们人类。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取代人，而是要提供90%的协助，这样就够了。你看这句话就把这个策略讲得非常清楚，就是让 AI 去处理那90%最明显、最重复的工作，比如说筛选出那些一看就知道是好的，或是一看就知道是坏掉的产品。
那剩下那10%最美狗、最模棱两可，需要老师傅经验来判断的案例，再交给我们人类专家来做最后的确认。你想想，这样是不是就能大幅提升效率，又不会牺牲掉弹性跟准确性？第二个取舍就是云端跟边缘 AI 的选择。云端预算当然很强大，可是它有持续要付的月费或年费，还有数据传输可能会延迟，甚至资料外泄的风险。但是边缘 AI 呢，虽然运算力没那么猛，但对付像是瑕疵检测这种单一任务，已经是绰绰有余了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它没有月费，更符合我们中小企业的成本结构。所以结论很清楚了吧？优先选择部署在工厂端的边缘 AI。第三个聪明的取舍，就是千万不要想着从零开始自己打造一个 AI 模型，这就跟我们常说的不要重新发明轮子是一样的道理。你可以利用一个叫做迁移学习的技术，在别人已经训练好的、很成熟的开源模型基础上，再用你自己的资料去做微调，让它来适应你工厂的特定需求。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？就是门槛大大降低啦，你不需要那么多的数据，也不用花那么多时间。好了，有了这个很实际的框架，也知道怎么做取舍了。那到底可以从哪里下手？别急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2个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切入点，让你马上就有感。第一个高回报的场景就是智慧瑕疵检测。这个我想只要是做制造业的，一定都懂。品质检测真的是个大魔王，也是一个非常花钱的问题。这边用的技术通常是一种叫做卷积神经网络，也就是 CNN 的视觉辨识技术。透过它 ，AI 摄影机可以学会像人眼一样，自动去辨识产品表面有没有刮痕颜色不对或是其他的缺陷。你想想看，跟传统的人工目检比起来，它的优点实在是太明显了，速度快非常多，标准永远都一样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它不会累。好，第二个高回报的场景是预测性维护。这个应用要解决的是那个每个老板的噩梦，也就是生产线无预警停摆所带来的毁灭性成本。它的原理其实很聪明，就是在机器上装一些感测器，去收集像是震动、声音这些数据，然后用演算法去分析有没有异常。目标很简单，在机器真正坏掉之前，就跳出警报告诉你。这就等于是把最可怕的突发状况变成你可以掌握的例行公事，让你把突发的停机变成可以排程的维修，避免掉那些灾难性的生产中断和巨额的财务损失。总结来说，今天讲的这所有建议其实都可以回归到一个核心理念，这就是你的成功心法。非常简单，就是从小处着手，然后快速扩展。这就是你的4步骤行动计划。我们再复习一次。第一，先把你的数据数位化。第二，不要贪心，只选择一个影响最大、最痛的点来解决。第三，用最小的成本跑一个概念验证，也就是 POC。第四，优先采用边缘 AI 的方案，并且让人持续参与在整个流程里面。如果今天所有的内容你只能记住一句话，拜托，就是这句：先数位化，再智慧化。你一定要先把数据的基础打好，才有可能在上面盖出任何真正有智慧的应用。这是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一步。所以最后，我们把这个问题留给你自己思考一下。对你的工厂来说，那第一个最值得你花力气去解决的痛点，究竟是什么呢？找到它，就是你这趟转型之旅最好的开始。